大家好，我是妮，欢迎来到今天视频。那今天的这一期呢，是优衣库 U 系列的一个测评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入手了哪一些单品，然后哪一些单品呢，我是觉得很踩雷的，然后哪一些单品呢是比较值得入手的。同时，我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单品我们要怎么去搭配，才能够搭配出不同的一个风格，和这些衣服究竟要怎么穿。Le Mac 这个牌子它的风格呢，就是比较强烈一点的嘛，那其实也是需要一些了解这个牌子的一个背景知识，才能穿出那样的感觉的。那同时间的这个视频呢也是有抽奖的，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那这一次的 U 系列呢，我主要是会把它分成3个色系。那首先第一个色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浅鹅黄色，我们可以看到 Le Mac 在2023年的春夏系列里面呢，就有大量的用到这个颜色。我记得这一季是这几年里面我觉得最出彩，我个人而言最喜欢的一个系列。所以当我看到他们今年把这个鹅黄色利用在与优衣库的这个联名系列里面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惊喜的。毕竟我记得当年我看上的他们那个风衣啊，售价是要$1000多的，那现在$100多出头就可以买到一件他们家的风衣，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尝试的。那首先第一件呢是他们家这一季主打的一件这种背心，但是是属于那种加长版很宽大的类型。那这个时候肯定就有朋友觉得啊，挂在那里这件衣服不就是个老汉背心吗？那么长。但其实这一件背心呢，我是直接入手了3个颜色，等会儿会聊到的雾霾蓝色还有浅银灰色我都有入手。它的穿法呢其实跟普通的背心穿法完全不同，它是需要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呢有一定的空间感，就是你胸部那边稍微松弛那么一丢丢，然后到腰部也是松松的。然后呢，因为它下摆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它也不是说做的特别大，它是刚刚好可以卡在你的胯上的一个宽度。那这个时候呢，在你的腰部那边胯那里呢就会形成一个皱褶。那这一件它的材质用的是100%的 Supima 棉，然后总体穿在身上的时候呢是挺柔软和透气的，然后售价呢是$14.9。但说实话，这件黄色啊，就我是不推荐大家入手这个颜色的，因为它有一点点透，就算我是穿肉色的内衣，它也是会很明显的透出你的整个内衣的那个痕迹的，就会很奇怪，就会相对而言看上去太廉价了。只有正儿八经的本来版型不老汉背心，但是因为这个材质穿上身就真的很老汉背心的那种感觉。那接下来第2件单品呢，就是这一条鹅黄长裤，它的售价呢是$49.9，然后材质是100%的纯棉，穿在身上的时候我觉得还挺舒服的。但这条裤子我其实也是想跟大家避雷一下的，主要避雷的点呢就来自于它的整个颜色。它虽然也是这个鹅黄系列，但可能因为染色种种的原因，导致说它的这个黄里面还泛绿，就是这个绿吧，就穿在人身上的时候显得人的气色非常的不好。从视频里我相信大家就已经能看出来了，跟刚刚那件背心相比的话，是不是这条裤子明显的就是会泛冷调一点点。但这条裤子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它设计各方面还有小心思，就它后腰这里呢有多设计2个搭扣，这2个搭扣呢可以帮助你去调节你的腰围，就比如说今天吃的有点饱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松一松，然后今天想要把它提溜到你腰部那个最细就卡的比较高的位置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扣紧一点。那因为刚刚的前2件这种比较薄款的鹅黄单品我都在这一季里面踩雷了嘛，那我正好最近呢我就又再入手了一件这种鹅黄的单品，来作为一个正面的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针对这样的颜色我们应该要如何去挑选。那像这一件衬衫呢，它是如何去打破了这样的一个鹅黄浅色调的一个魔咒呢？主要就来自于说，首先它的整个设计上面是比较正统正式的，它是偏宫廷风的一个设计。就比如说在领口这边呢，都设计了那种有点宫廷立领的一个小立领的效果，然后再加上它又是可以打开的嘛，这边有小纽扣，本来就增加了一些精致感，然后再加上它袖口的这个位置的这种宫廷的一点点的这种灯笼袖，和它袖口这边的这些细节的设计，这样呢就可以去提亮本身这种非常淡非常浅的颜色穿在人身上的那种容易邋遢的一个感觉，它就正好的去中和掉了。然后再加上这件衣服它是真丝混纺嘛，比较具有垂坠感，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呢，它又能够有春夏天的那种飘逸感。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一件的时候，我就是立马入手了，我就觉得
巨美巨美。那刚刚大家也看到了，说我穿全身的这种鹅黄色的时候，其实效果不大好嘛，就穿在身上的时候反而会显得我人会有一点点黑，就来自于像我们这种黄皮嘛。当你在穿全身浅色的时候，它其实是会衬得你的皮肤更深色系一点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搭配的时候就一定要去做一个混搭才可以，要用一些深一点的颜色去压一压。那这里我搭配的就是一条这种皱褶缎面的阔腿裤，然后它的整个颜色呢是属于那种牛奶咖啡色，所以放在这一身里面，首先它的整个色系呢是统一一个色调，我们肉眼看到的时候是比较舒服的。但同时呢，又因为它们的这个颜色色系完全不同嘛，就裤子这边颜色会深一点点，所以整身呢就不会有一种轻飘在空中，然后不能够落地的感觉。但同时呢，又因为它的整个材质是顺应了上衣上面的这种飘逸感的材质，比较轻薄一些，所以整身呢就是非常有春天的那种清爽，同时又很慵懒的氛围在里头。并且这条裤子我真的巨喜欢它的面料，这条裤子的面料呢上面是有那种纸质皱感的。第一个优点呢就是它会更具有风格化一些，就当你看到这条裤子的时候，因为它表面的那个肌理会不同嘛，你就会很忍不住再去多看它两眼。第二个优点呢，就是它所呈现出来的光泽是会很不一样的，会更偏哑光一点，有别于那种纯真丝的缎面啊，就它会比较平滑，那它所呈现的那个光泽呢会比较波光粼粼，而这条裤子它所呈现的光泽呢就会更收一点点，就更能够跟上面的这件衣服形成一个很柔和很 blend 的那种感觉。然后另外最大的一个优点呢就是比较实用挂的了，只要是穿过缎面真丝夏装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夏装本来就比较容易皱嘛，如果碰上真丝就会更容易皱，但是这种本身自带皱感的缎面的料子呢，它就可以完全的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这条裤子和这个衬衫呢是我在 Fabric 这个牌子里面找到的，因为 Fabric 呢也是一家专门和全球优秀设计师合作设计限量单品的品牌，并且他们合作的很多的设计师都是那种奢侈大牌的设计师，比如说有爱马仕的设计师、Chanel 的设计师、LV 的设计师等等的。这一点呢也是和优衣库他们家这种联名系列的理念不谋而合嘛。只是我觉得 Fabric 他们家的这个合作的系列呢，总体的质感、设计感各方面都要更上一层楼一点。那说完刚刚 U 系列我不太满意的两件单品啊，另外呢就是我比较满意的他们家的这个鹅黄色系里面出的两件外套。一件呢是我现在手里的这件长风衣，这件风衣呢就是我觉得完美的了 MAC 他们家2023年春夏系列和2025年春夏系列出的这种风衣款的一个平替，并且它有把他们家的这个设计亮点，就是又松但又紧的那种风雅飘逸的感觉呢完全的设计了出来。那这件风衣它总体的面料呢也是100%棉的，不过它上面的质地呢也是属于带有纸质皱感的，就比较像我这后面的我们家这个 Akari 的灯嘛，就非常有日式的那种审美，就不完美才完美，我们穿在身上的时候你才能够去摆脱说永远保持精致的那种紧张感。那这件风衣呢它总体的版型相对而言是比较大的，如果你就是走到门店里面然后上身一试穿上身，你一定会觉得哇真的好丑，松垮垮的，这究竟要怎么穿啊？但其实你是一定要利用他们家的这个腰带的。我看到有好多的朋友就上身的那种吐槽帖嘛，就是完全没有用这个抽绳，好像忽略它，就直筒筒的穿在身上。我就在想说这件衣服不是这么穿的，如果根据了 MAC 它的一个设计点的话，这个腰带是一定要利用上的，就是要把它收紧了之后呢，把拉链拉上，然后正好呢这个绳子卡在你的腰部，然后形成你上半身有一个轮廓感，那种松弛感，就一下子松松垮垮的，然后到腰部紧了之后呢，下摆再宽宽大大的展开，才是 Le Mac 的一个风格。那包括大家看到22年的春夏的时候呢 Le Mac 他们家也是出了一条这种类似的连衣裙的，其实腰部的设计的那个抽绳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风衣它上身的一个效果，根据它的售价来说已经是物有所值了，但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设计上面的小缺陷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样的设计它确确实实的是完善了有很多的风衣的缺点，比如说有很多的风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当
当你穿在身上的时候，你把它敞开穿是好看的，但系上之后，因为它的设计太过的单一单调，你会觉得特别丑嘛。这件风衣没有这个缺点，但也因为它的这个设计，导致说当它敞开穿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抽绳的这个位置嘛，它需要滴溜上来，然后这里才又有空间感，所以这边的这个面料是比较长的，你敞开穿的时候腰线就会比较低一点，就会导致整个人的比例看上去不好，人呢也不精神。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件衣服直接设计成连衣裙会比设计成风衣要好很多很多。那接下来的这一件呢，就是我非常推荐的他们家的这个鹅黄色的一个小夹克。那像这一类的夹克，其实在冷麦和今年2025年的春夏秀场里面呢是有出现的，就是这一件男装线里头的。不过像这一类的小夹克呢，现在都是男女可穿的了嘛，并且它穿上身的时候本身就自带有休闲感，而且 U 系列的这一件呢，它的整个材质呢也是属于那种棉质感的，就穿上身就非常像是他们秀场里面的那一件。但通常我们在看到这种小夹克的时候吧，我们最怕的就是什么？最怕的就是穿上身的时候有一种老干部的感觉，就大家想象着穿那种全黑色，然后一个小翻领夹克穿在身上，看上去整个人就非常死板，非常的老气嘛。结果这一季出了这个鹅黄色，我觉得它完完全全的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困扰因为本身鹅黄的这个颜色嘛，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清新自然，就仿佛那个春风拂面啊，就直接吹到你身上，你都能够闻到鲜花的芬芳。所以当它放到这样的夹克上面的时候呢，就瞬间的打破了老干部的一个风格了，有没有？并且它在搭配上面呢，可塑造性也非常的强，因为毕竟它的整个版型就是一件这种短版的版型嘛，你穿上身的时候，整个人的比例就是很好的。以下呢是我针对这一类的外套的一个搭配的想法。那首先像这种浅的鹅黄色呢，我觉得非常适合去搭配春夏天必备的浅蓝的牛仔单品，我就直接搭配了一条这种阔腿的浅蓝牛仔裤。这一条我真的是巨爱，有以下的几个优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面料是软材质的牛仔面料，我从去年开始就一直不断的跟大家分享嘛，你在春夏天买牛仔裤的时候，如果你是买阔腿的版型，然后你的个子呢又不是特别的高的那种朋友的话，一定要去入手软材质的这种牛仔的面料，因为只有这样的牛仔面料穿在身上的时候，它才既有牛仔裤的那种休闲 tough 硬朗的感觉，就是我们可以把牛仔那个风格融入其中，并且它还可以避免那种很硬朗的原本的牛仔裤面料穿在人身上的那种硬板板的感觉，就整个人会看上去有点压个子，很沉闷。但是像这一类比较软的牛仔面料穿在人身上的时候呢，就可以完全规避掉这个问题了，它能够提供你一定的垂坠感，这样呢就可以拉伸你整个人的下半身的一个线条，整个人看上去呢就会更加轻盈一些，然后腿呢各方面都会看上去更瘦一点点。当你走动起来的时候呢，它的那个裤腿特别像那种阔腿的裤腿，甩起来的线条也是跟那种很硬的牛仔面料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看上去就是要轻盈很多。而且这条裤子我觉得设计的最好的一点是它的整个立体线条的设计，就是它在侧边这里还做了一根缝线，大家肯定都能看到吧，就它可以在另外一方面再帮你去收缩你的整个胯线还有腿线，然后就可以让整个人看上去更瘦一些，然后从侧面来看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的立体。那这个时候去搭配刚刚我跟大家聊到的这种夹克呢，本身就是非常清凉清爽的一个面料色系搭配嘛。但这样的一个色系搭配起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觉得说穿在身上的时候有点还是太飘了，就是我自己个人而言不太喜欢说全身都是那种很清凉的颜色，除非我今天去到的这个场合就是那种很阳光明媚，然后比如说今天就是要去野餐的那种，我会穿全身的清凉感，但大部分时候呢都会有点不耐看。那我们要怎么让它变得耐看呢？这个时候就是要去增加一些深色系的单品，比如说这里我在上半身搭配的呢，就是一件这几年都非常流行的那种学院风比较喵喵感的针织的这种线衫嘛，它的颜色是深蓝色，我没有直接搭配黑色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直接把这么清凉的衣服啊就混入一件黑色的单品，别人就会觉得说啊，你今天究竟是要
干什么？就是究竟是要冷酷一点点呢，还是比较清新挂一点点？那这一时呢，这种深蓝色系就是非常实用的，而且本身深蓝它自带的就有那种航海感嘛，就是比较海边的那种氛围，所以说呢，它也是可以完全跟这种浅蓝色系搭配在一起的，并且因为牛仔上面的蓝可以更加的去凸显它上面的这个深蓝里面的蓝的色调，整个人呢就会看上去更加清亮一点。然后再加上它纽扣的这个位置还设计的是属于那种有点像花瓣形式的，中间有个珍珠，然后旁边有一排闪亮的这种水钻的一个感觉。而且这件针织衫还有一个亮点是它的材质，它采用的是3醋酸的莱赛尔的这种面料，就可以让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呢，既有那种温润的质感，但是又很凉爽。这样呢，就可以把本来针织上衣的这种很沉闷的感觉给脱离出来，变得更加清新一点。那另外我在搭配这件针织衫的时候呢，我也想说顺应它的本身深蓝色的这种航海风来搭配出一套。我在下半身呢就选择的是这样的一条纯白的这种西装短裤。那这条西装短裤呢，是我想要推荐给所有朋友的一条春夏天的衣橱地基的白短裤。因为我们会发现到了春夏天的时候，真的那个白短裤一搭上去，什么样的上半身的衣服都会变得很清新很自然，然后再加上这个版型是带有西装感的嘛，它会比较正式一点点，就一下子那种海边度假然后高级的country club 那个风格就能出来。而且再加上因为它整个面料是属于棉麻混纺的，所以它所呈现出来的风格呢是有夏天那种慵懒的感觉，就比较麻质嘛，但它又因为混纺了棉质，所以让整个面料呢不会像那种纯亚麻的材质那么的透，同时呢它的整个抗皱性也会高很多，而且整个版型我觉得做的也非常好，不会过短也不会过长，刚刚好的卡在了合适的位置，然后整个下摆这边也比较宽，可以显得我们的腿部线条很漂亮很细。那在这个鹅黄色系里面呢，我其实还入手了一款他们家最常出的这种布的牛角包包，然后这个牛角包呢，它的整个质地就是真的非常像是我后面的这个 Akari 的这个灯，就 Noguchi 的那一款灯，很有纸质的皱感。但不得不说，可能因为我自己已经有入手将近3个 Lemaire 他们家的这个牛角包了嘛，就原版的那一个，我已经有一点点审美疲劳了，然后每一年的 U 系列都会出这个牛角包，主线里面也一直不停的在出，所以当时我看到这款包的时候，我真的是心头一点波澜都没有，就是没有太多的新意。但不得不说，它如果是作为一个搭配的一个风格放在你的衣服里面，它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说到优衣库他们家的包啊，我最近还入手到了一个其实我更加喜欢的，我们是直接一口气入手的2个，是优衣库 C 系列的包包。最早呢其实是汤圆买了一个，就他们家这个军绿款的，我们主要是拿来作为是我们的一个健身包，我就发现这个包真的是巨实用，背在身上的时候呢也非常有 Lemaire 的那一种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 C 系列现在还挺往 U 系列靠近的，而且这款包包它本身自重很轻，然后呢它的整个肩带非常的宽，就是属于那种你背上的时候背的再重你都不会觉得很勒肩膀的那种类型，然后再加上侧边这边都会有一个这种口袋，我平时就会拿来放我的水杯啊手机啊，各方面使用起来真的实在太方便了。那好了，聊完这个鹅黄色系呢，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们家的一个雾霾蓝色系，也是我入手最多的，我大概是入手了7件单品吧。那首先第一件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推荐的一件，是他们家的这个纽扣的一个连帽，有点像卫衣风格的一个外套。那像这一类纽扣式的外套呢，其实也是 Lemaire 他们家的一个主要的设计点，你穿在身上的时候是属于那种它的版型很利索，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在很多的那种普通的牌子里面你买不到同样的，然后再加上它这种排扣嘛比较有点缀感，就不像大部分的卫衣外套都是拉链型的那一种，它会更增加一点点的精致感进去，然后再加上它是连帽的一个线条，总体来说呢就是有一点点设计的极简的运动外套的一个风格。那它主要的一个好看的点呢是在于它这个颜色的，
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静谧自然，而且再加上因为这一件本身那种比较极简的设计，它又可以融入进比较正式的风格里面，它不会显得太过的休闲。那这里呢，我其实是直接入手了一整套这个亚麻混纺的一个系列的，也都是我在 Fabric 里面找到的。那这个系列呢是 Fabric 和设计师 Ruby Bloom 合作设计的一个系列，它的设计灵感呢主要来自于1970年代的这种女性的气质，就是在那种特定时代里面所呈现出来的那种风格的经典的隽永的感觉。然后面料呢也是带有一点点皱感的那种亚麻的质地，它的整个面料我觉得都已经不像是传统的那种亚麻编织了，就非常像是古朴挂的古老的英式风格的那种面料，它会更具有糙感一些，那种老式的英伦风立马就出来了。那为什么它会呈现这样的质感呢？是因为它主要使用了53.4%的亚麻，然后再混纺了46.3%的纯棉。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Fabric 他们家的各种各样的合作系列非常诚心的原因，他们的面料都用的非常的好，都是为了能够把设计师他本来想要的这个效果，不能说100%的呈现，就像大牌奢侈品牌那样，但是可以90%的呈现，然后再以一个可能是奢侈品大牌1/20的一个价格卖给我们。然后这个面料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名称的，是叫雨露麻。那它其实是源自于法国的一个面料的特点，它是在那种田野间去经受阳光雨露，天然浸润的那种轻亚麻色，就是那种天然亚麻未经过人工的去染色的，所以它出来的那种质感质地呢又更增加了一层。我觉得这一个系列真的完完全全是 Brunello Cucinelli 他们家那种原色亚麻的一个平替系列，就整个质地质感完全做出来，风格感也做出来了，但是价格呢各方面又要低很多很多。那这件西装外套它总体的一个设计呢是比较偏向于 oversize 比较宽松的版型，但是它最大的亮点是它在后腰这里设计了可以收腰的一个大扣。这样的一个设计最聪明的一点是，当我们在穿很多的西装外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特别是 oversize 的版型，你完全把它扣上的话呢，它会显得太过死板，很压个子。那这个时候你把后面的这个抽绳稍微的抽紧一点点，形成一个收腰的线条，一下子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整个人就会看上去利索不少，而且整个女性氛围的感觉也能出来。而且从背后看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我们人是365度的嘛，虽然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背后，但是别人是看得到的，因为有它的这个腰线的设计，一方面呢它可以凸显重点，明确你的腰线，显得整个人的个子更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还可以在背后收腰的时候形成这样的一个线条，整个人呢看上去也会更有层次感一点。然后下面这条西装裤呢，也是顺应了它的这个设计点的，它在后腰这里也同样有一个这个搭扣，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调节整个腰线，跟刚刚第一条U 系列的这个牛仔裤上面那个搭扣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只是说 Fabric 的这个设计我觉得会更有英式复古比较经典优雅的氛围进去一些。那另外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不是 U 系列的一件衬衫，但是它却非常的 Le Mer 的感觉。就我在看今年的2025春夏那个秀场的时候，发现 Le Mer 出了一件我好喜欢的衬衫，就它搭配的一件那种浅雾霾蓝的西装嘛，然后里面是鹅黄色的一件那种飘带的衬衫，飘带呢正好耷拉在那个西装上面，就非常有层次感，又飘逸又风雅，就是能够在这种非常基础的版型比较公文的版型里面增加进一丝慵懒的氛围在里面。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件衬衫的时候就是立马入手了。然后它的飘带呢其实是通过搭扣系在你的这个领口后面的，它是可以取下来的，就看你自己的喜好，今天不想用你把它取下来就好了。这里呢你就可以有几种穿法嘛，一方面你可以把它系起来，然后比较有那种蝴蝶结的一个感觉，但因为我自己本来脖子短，我不太适合这样的搭配，我最适合的呢就是像 Le Mer 一样把飘带就散落在那边，增加一点点随性的感觉。另外呢就是它的整个面料居然是立体编织的一个面料，
因为它的整个面料呢也是采用的亚麻的材质，并且上面呢还附有自然肌理的那种植物纤维，你手摸上去呢，它是有立体的一个格纹的编织线条的。这样呢有几个优点，第一个呢是它避免了亚麻易皱的一个问题，然后其次呢这种立体的编织呢还更增加了那种古朴的一个氛围，然后层次感也能出来。那我在下面搭配的呢也是刚刚的那个亚麻系列里面出的一条这种半裙。那同样的这件深蓝的衬衫，如果你想要把它那个蓝调更加多的拨出来一点点的话呢，我下面就还再搭配了一条这种超高腰的白色阔腿裤。这条裤子的裤型也非常的好，而且它的整个设计点非常的简约，就它上面甚至都没有那个像普通的牛仔裤出现的那种裤腰的设计，它是直接从腰部延伸到这边，非常极简简约的一个设计的，穿上身的时候会更精神一点，然后同时大家可以看到腰部臀部的线条呢也是非常流畅的。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呢，就是这一期 U 系列出的其他的雾霾蓝的单品。首先第一件呢，其实是我当时非常期待的一件，就看图片的时候，它是一件针织的这种无袖的一个背心。我当时看到模特上身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剪裁还挺独特的耶，它是有点像茧型的一个线条。大家可以看到，它袖子这里就像是从正面这边开了一个孔，然后侧面这边就是一个这种茧型的感觉嘛。但说实话，这件衣服上身我觉得是有一点模棱两可的，就是你不太知道说它究竟该往哪一个方向走。就是如果你穿的好的话，它那个风格感确实是能出来，会比较像是三宅一生的那种比较立体感，然后经常它也会出很多日式审美风格中的那种茧型的线条在里面嘛。不过这一类的设计本来能够接受的人就非常的少嘛，然后再加上 U 系列他们经过这种成本的一些限制啊，各方面都有一些限制，我觉得这一件出来的效果其实是不大好的。总体穿在身上的时候，它非常像是你的后面这边有个掰掰肉一样的，然后散落出来，然后这边有一个轮廓感。我后来研究了一下，我觉得它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啊？确实也是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后背这边是可以很包肉的，它可以把你手臂这边后边的一些掰掰肉正好的挡住，然后收缩进来。但是经常你正面看，你把手一抬起来的时候呢，这里就会突然之间像是蛤蟆，你知道这蛤蟆呱呱的时候，它腮帮子突然之间变大的一个感觉。那如果是对时尚不敏感的人，看到你这件衣服就会瞬间觉得你这个衣服怎么会这么设计，会有一点点古怪，是属于一个尴尬的感觉。所以这一件呢，我其实不是那么的推荐，算是 U 系列不太成功的一次尝试吧。然后另外我在下半身搭配的呢，是 U 系列这一期出的一个这种棉质的长裤。那这一条呢是最具有 U 系列常规型的那种 U 型长裤的感觉嘛，就它侧边会稍微有一点点弯刀裤的风格出来。总体来说，这条裤子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这个颜色的话，其实还挺适合入手的。其次呢，它的材质呢采取的也是那种比较厚一点点的磨毛棉质的面料，就它所呈现出来的风格就非常像是 Le Mac 和以前我大概觉得5年前他们非常爱出的那种具有水洗感的棉质的料子，就会比较古朴挂一些。而且这条裤子如果你细看的话，会发现它其实有很多版型细节上面的处理，比如说它在前面这里呢，膝盖上方和膝盖下方这边分别有一些细小的一个缝线，可以保证说这条裤子穿在身上的时候，它的版型是比较立体挂一点点的。然后再加上它裤腿这边呢也是有一个抽绳的设计，就可以让这条裤子穿在身上的时候会更 U 型一点。那另外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一件呢，是我觉得 U 系列这一次排名前3值得入手的一件单品，它真的非常像是23年春夏 Le Mac 里面秀场的一件连衣裙，而且同样的你也可以仿照它这一次来做一个全身的搭配，因为它所有的单品都有出。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它性价比还很高，它是一条连衣裙嘛，售价也就是49.9美金，而且它的整个设计我觉得是完完全全有了 Mac 他们家的一个灵魂的。首先是它腰部这边抽绳的一个设计，它是非常宽松的一个版型，买 U 系列大家千万不要直接穿回去啊，就觉得很 oversize 直筒筒的穿，就算是买正版你也都是要通过这种系带的方式去达到一个 styling 的那种感觉的。他们家的这个腰线呢，你一定要把它抽紧，就像刚刚的那一件风衣一样的，抽紧了之后呢，你上半身这边就会形成一个
个轮廓，就像是他们 Le Mac 秀场那样，然后下半身呢就是松松垮垮的一个感觉。那这样的话呢，你穿在身上的时候真的是巨 Le Mac， 然后再加上他们还有加入进 Le Mac 他们家的这种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和排扣的一个感觉，这里的设计嘛，无论是你立领穿着还是敞开穿都非常有风格，就看你今天想要怎么样。比如说现在天气还比较冷，你就可以立领来穿嘛，就会看上去有浸浴感，然后也会比较保暖一些。那如果到了春夏天比较热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把领口敞开，然后整个人看上去会更清新挂一点，然后再加上它胸前的这个大口袋，我真的觉得这种大口袋就非常非常的 Le Mac。 然后因为秀场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连衣裙搭裤子的整身的这种穿搭嘛，就非常非常 Le Mac。 Le Mac 经常都是用那种大风衣搭配长裤长裙，然后来玩一个叠穿的一个感觉。然后下面的裤子呢，我就是入手的 U 系列这一季的一个最松弛最像是睡裤的一条裤子，因为它的这个面料是最薄最薄的一条了，不过它也不透啊，因为颜色比较深嘛，织的也比较密。大家看它的这个腰部这边都是像睡裤一样的一个松紧带，所以如果说你是不买连衣裙的朋友的话，我是不推荐大家买这条裤子的，就是真的质感不会很好。但如果你要搭配这条连衣裙的话呢，我就推荐大家入手这一条，去玩一个整身纯色的一个搭配。因为如果你要再去其他的牌子里面去找到这样同样的雾霾蓝的话，是找不到的，不可能找得到的。Le Mac 他们家的颜色都是他们自己调的，那像这样他们的整身的这种雾霾蓝色的一个叠穿也是完全 OK 的。大家可以看到像刚刚的那个小夹克搭配他们家的裤子，然后里面呢我搭配的就是等会儿会聊到的他们家的这个背心。那这个背心呢，其实和刚刚的第一件的这个鹅黄背心的版型是完全一样的嘛，穿上身的时候就是那种非常松弛的感觉。鹅黄色我是不推荐的，但是接下来我跟大家聊到的这两个雾霾蓝色和浅银灰色呢，我是非常推荐的。首先他们穿在身上的时候是不会有那种透的感觉，所以它完全的避免了鹅黄色那种廉价老汉背心的感觉，穿上身很明显的要高级不少。而且他们两个色系是可以叠加来穿的，就是可以由背心那种双色的风格出来。那说到这个浅银灰色呢，其实就是第三个我非常推荐的这一次 U 系列的一个色系了。这个色系也是属于我今年非常想要入手的，其实也是Le Mac 他们的秀场上面在出的。比如说25年春夏的这个秀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有少少的出一些这种浅银灰色。这一类色系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比较偏浅色系，就有点泛白挂了嘛，但是呢它又在里面呢增加了一些冷调的灰，然后掺杂进一点点冷调的蓝，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呢是又清新又正式，但同时呢又很典雅高级的。那除了入手那个浅银灰色的背心以外，这一次的 U 系列呢，我还入手了他们家这个浅银灰的西装裤。但不得不说，这一条西装裤它的版型真的非常的普通，就和优衣库他们家主线的西装裤一模一样。我甚至觉得就整个打版都没有重新再打过一次，所以这里大家完全可以根据你喜不喜欢这个颜色来进行一个选择。然后这里我还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我的一个搭配思路，我搭配的呢也是这种西装外套，然后下半身呢是一个西装的这种小短裙，它的颜色也是浅银灰色。这一件呢其实是 Fabric 和 Omar Romani 合作设计的一个系列，就是属于透过这种帅气利落的剪裁与女性化的性感轮廓，将它的那种意式夏日的一个印象所呈现出来。既中性又有公文感的同时呢，又带有一些女性的性感的风格。我觉得最喜欢的其实也是他们家的这个西装的一个配色，因为如果你要在其他的品牌里面去找这样的配色也是非常非常的难的。而且它的整个版型就正如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亚麻的西装版型呢是差不多的，也都是属于这种单扣的一个形式，比例会很好。而且再加上它的这个面料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它是抗皱的，
100%抗皱的类型，所以就完完全全的避免了说我们经常穿很多衣服就是皱的问题嘛。而且再加上它的这个领口这边的设计，我觉得做的也很好的是，它这边是有一些比较尖的那种，有点像枪脖领的感觉，所以当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呢，它既有那种柔和的线条，但是又有一些个性感出来，然后再搭配它下面这个裙裤，你表面正面看是短裙，但背后其实是裤子来着，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它有任何的走光的问题。穿上身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就跟 U 系列他们家的这个雾霾蓝双层叠加的这个背心，然后再搭配这个短裙，是不是一下子就有又休闲又慵懒，但是性感和精致的风格出来？那好了，这就是我这一次的一个 U 系列的测评。总体来说呢，我觉得这一季是有所保留的一季，虽然说有把颜色的这一部分做到了一个极致，但是在很多的版型上面呢是有很大的一个退步的，就是没有太多的诚心。不过如果要全盘否定的话，我觉得也是不至于的，也是可以挑选出那么1-2件、2-3件不错的单品的。特别是当你特别喜欢这个颜色的时候呢，它是可遇不可求的嘛，可能下一季它就不会再出了。那另外这一支视频里面很多的单品我跟大家分享呢，也都是来自 Fabric 的嘛，然后他们家现在是有一个折扣的升级的，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你可以是直接85折，然后折扣码会写在下方的信息栏里面。那如果是老用户的话呢，全网也都是有一个9折的，并且他们现在还上新了新的会员积分的一个系统，你的每一笔购物呢都可以积分，今后呢这个积分都是可以抵扣现金的。反正所有的信息我全部都会写在下方的信息栏里面。那今天的这个视频也是有抽奖的，大家只要是关注了我的频道，并且点赞和评论这个视频，过一段时间呢，我会抽2位朋友送出我视频里面的同款的 Fabric 的单品，基本上都是$200以上的。那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一个支持。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千万别忘了帮我点赞一下。那同时我也是有一个微信的，大家只要加了我的这个微信，我们就可以当朋友圈的好友了。那个微信是我自己在使用的，同时我还可以把大家拉到折扣群里面。那我在折扣群里面会定期的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大的折扣的单品，我们都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买到。那我们就下视频再见了，拜拜。